里是年后的深圳吗？都过完年了，我身后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已经在那站了很久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像我们现在有270天的，包吃包住的都没有人来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年过完年都不打算来广东了吗？都去江浙沪了，怎么广东不吸引你们了吗？在中国就业环境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，年轻人不再追求体面、稳定、向上的工作，对好工作的要求只剩安全与生存。但这样的工作现在也不容易找到。中国年节过后，许多人又开始提着大包小箱的来到深圳、东莞等沿海一线城市找工作。可今年不仅找不到工作，有的甚至被骗钱。有劳务中介者透露，现在想进好厂都得靠关系，现在没有工厂直招了，都是劳务在招工。中国黑中介占70%，不是坑点工资，就是变相收钱，根本没有高薪的工作。本期节目一起来看看年后的中国打工人更在面临哪些困境。现在东莞这边正式工的一个工资行情，中型厂、小一点的厂，加班少的可能也就3、4千，3000多这样子；大一点的厂可能也就4、5千，很少会有厂超过6千的。不瞒你们说，今年广州制衣村真的凉了。往年一过完年，老板举牌子抢人，工人挑厂挑单价，热闹得很。今年冷冷清清，招工的比早市做的还少。好多湖北老板直接把厂搬回来了，工人也跟着回流。广州机会是多，但是压力大，不稳定。感觉东莞就像是一个空城啊！我说出来买包烟，从租房转了一个小圈。之前有个小店那里，昨天晚上去他也关门了，今天去还是关门的。然后我就出来一直走就转了一个小圈，全都是关着门的，啊！这就是东莞了。86年以上的可以走了啊，可以离开了啊。东莞现在都没什么人了，在工业区里想要找个早餐吃都很难了。外地人开的实体店全部都关门了，上班路上也不堵车了。整座城市的空城感越来越明显，没有外地人的东莞感觉死气沉沉。假如所有外地人都不回来了，那么东莞还会是以前的东莞吗？出来那么多天找工作，从早到晚找一天了都没找到啊，结果还下大雨了，怎么办？回不去了。失业了，现在刚刚被公司给辞退了，这会儿刚从公司出来，36岁的年纪，我感觉自己好失败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。今天拍条视频记录一下自己吧，希望再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自己能够振作起来。有没有和我一样年纪的兄弟在这个年龄段失业？在广州失业率看似很低， GDP 增长也很亮眼，人均存款更是一路创新高，数据好看极了。广州的漂亮数据背后，打工人的账本谁来算？在广州想成为一名被统计的失业者，难度堪比在珠江新城找个月租1000的单间。第一，城乡差异的筛选。要是你和我一样是农村户口，哪怕在广州没工作，快吃不起饭了，也不算失业人口，因为官方失业率统计只针对于城市群体，农村的就业困境在这套算法里直接被过滤掉了。经济持续下滑，失业者越来越多，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也尤为缺乏。近日，广东汕头一景区出现大量乞讨人员，有老人，也有残疾人，还有疑似病人，躺在地上或者躺在推车上，还有的竟然挂着吊瓶。这些人面前摆着各种颜色的塑料盘，还有的摆着收款二维码。有当地网友称，在此景区，乞讨人员并不是最近才出现，已经好几年了。其他景区也有这种现象。也有网友反映，这些乞讨人员可能是职业乞讨者，并不值得同情。如今的社会都选择了躺平和不劳而获的方式过，职业乞讨毛都不给，而且是团伙性质，更不能惯着。
你的善意会放大这些人的恶。表演式乞讨和诈骗没区别。不过有网友分析称，社会救助体系欠缺，覆盖了弱势群体，尤其是老年人和残疾人，生活非常艰难，乞讨是没有办法的选择。我们再来看看临近的深圳，如今又是怎样一副光景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到深圳投资商铺。你看，这里是广州番禺啊，随处可见的倒闭。你走到每一条大街小巷，起码有3到5间倒闭的铺面。你看这个位置多漂亮啊，临街商铺哦，你看全都倒了。难怪我说近些年很多广州的客户都愿意到深圳这边来投资商铺。这种商铺你们看了自己投不投坑就完事了。带你们看一下如今的深圳啊，以前前30年的时候人山人海，全是人，如今的今天连一家吃的都没有，在家签字好，出门好滴滴，滴滴都不好。如果你正在考虑2026年来深圳打工，听我一句劝，先缓一缓，打开招聘软件，你会看到满屏月薪8000起，包吃住，月休6天的诱人岗位。但现实呢，等你真正去面试，才发现底薪3500，剩下的全是绩效，能不能拿到全看运气。那些写着急招日结300的工厂岗位，为什么永远在招人？因为根本留不住人。流水线站12个小时，夜班熬到头晕，宿舍挤得像集装箱，干2天就跑路的人一大把。2026年的深圳，房价高，通勤长，竞争激烈，一个普通文员岗位能有几百人抢。这是我们公司去年刚才撤的一个部门，带你们看看。以前这里是模具车间，全是机器，特别热闹。但现在行业变了，做模具不赚钱，公司也用不上了，整个部门就解散了。现在车间空荡荡的，所有设备都搬走卖掉了，看着挺心酸的。这样的深圳过完年，你还愿意来吗？我是25届应届毕业生，毕业之后来深圳也有4个多月了。首先，对于像我这样的大专学历，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人来说，深圳的工作真的不好找，基本上不是电话销售，就是进厂干普工，也很难找到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。这也导致我来深圳的前3个月，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请问现在深圳的工作都是这么难找吗？我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？我沟通了1000多家，投了200多家的简历，结果只有10家左右的公司让我去面试，其中还不乏刷 KPI 的，还有不尊重人的、侮辱人的，还有素质差的公司。孩子们再找不到工作，我要回家了。本来以为深圳开年以后会人山人海，人挤爆，结果没有想到呀，稀稀拉拉没有几个阿姨。过年的时候呢，我还大胆的预测说，今年啊肯定会有很多人过来，不说几千万、几百万新增应该有吧。结果啊，到现在真的有点尴尬。不光是说咱们家政行业，走在大街上面啊，这个地铁里面也没有那种拥挤的感觉。当基本的安全与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时，离职甚至彻底退出工作环境，也成为现代年轻人的选择之一。在大陆社交媒体上，工作很多时候成为无意义的代名词，躺平成了很多年轻人对职场生涯的最终期待。如今，年轻人对好工作的期待，只是一份各方面都很平均的正常工作，不用连续加班，薪资正常发放，有合理的年假病假，并且不会不准假。同事间相处健康，公司提供新人学习机会等。但即便是这种正常工作，在当下也已非常稀缺。当年1平方最高峰卖到200多万的商铺，现在整条街空了将近90%左右，沦落到给别人当仓库都没人要，而且售价呢还回调到了每平方25000左右。不知道现在业主呢是作何感想哈？当年这里呢可是人山人海，现在呢是年初7的下午3点多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整条街上的人都是零零散散的。你要知道，当年如果说你想要租这里的商铺，可不单单只是说给租金哦，还要给转让费、喝茶费等等。而且买这里商铺的业主，当年都是连夜排队买的。难搞哦，又一个租客跑路了。
连押金都不要了。早都跟你讲了，小资本的料理不好搞，没人吃，不听。桌椅板凳、厨房设备啥都在，看一下还能搞什么其他的。我的妈呀，真的是从中午12点待到这会儿6点了，一件都没有卖，而且是连试的人都没有。我真的这生意把我待的我真的要抑郁了。你说我有这个钱我存到银行不好吗？我来受这个罪。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在深圳龙华开了家奶茶店，总共投资了38万进去。开业前3个月呢，生意还行。第4个月隔壁又开了2家，都在打价格战，9.9块一杯。他扛不住了，于是把店转了出去，亏了25万。现在去送外卖，他说送外卖都比当老板踏实多了，至少每天都能看到钱进账。真正想创业的老板们，你们想好了吗？深圳租房市场最近好像悄悄的变天了，同行和房东们最近都在聊这事儿。往年这时候啊，租客续租很积极，今年不少房东跟我说，就算降价300-500，房子也还是空着。往年地铁口的房源特别抢手，精装修的基本挂出来没几天就没了。最近看，哪怕地段很好，装修的也不错，挂上半个月也没有动静的情况明显的多了。有的房东还主动的开始包网费、送管理费，租客的咨询量依然不多。这次回来深圳，感觉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？就是人口红利消失了。深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群收租的、炒房的，在等着年轻人去奋斗，等着年轻人去搞科技、搞研发，然后他们就等着涨房租、涨房价。难怪深圳人都会说，早上深圳的火车会拉来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但是到了晚上的火车则会运走一批死气沉沉的大龄青年。深圳啊，好冷清啊，空城一个人都没有。哇塞，我一个人就包了一个公园呢，你说爽不爽？这对面就是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大厦，有500多米高，将近600米。这里就是大中华一个地标。新街已经拆了，还没来的不要过来。你以为实体店倒了，受影响的只是小老板吗？错了，当你楼下的理发店、餐饮店、服装店一个个都关门了，其实你自己的收入、你的工资单也在慢慢缩水。实体店的倒下，倒的不是几家店，是整个城市的经济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连锁反应。先想清楚一件事儿，钱到底去哪儿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